大家好，今天怀着沉痛的心情去把这辆阿普利亚送还给它原来的主人。这台车我骑了有3个月左右吧，说实话很不舍得，我很想留下它，但是最终还是要还回去。咱们这里不是机车测评频道啊，今天我就简简单单唠叨2句。这是一台会让你又恨又爱的车，第一眼看到它，你会觉得这也就是一般的小踏板吧。车身两侧贴花有很大的 slogan，Be a racer。这我就不太能理解。我骑杜卡迪的时候也没感觉是个 racer， 这小踏板怎么 ray？ 我也实在想象不出来一个坐在马桶上的赛车手是什么感觉。而且这台车上你会发现有2个品牌的 logo， 贴花是阿普利亚，发动机和前脸又是比亚乔。你说这车到底是谁的种？我想可能宗申知道。这台车中文名字台风 SR150， 车如其名啊，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你确实会听到有风暴中心一样的嗖嗖的声音，但是它的速度是用油耗吹出来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油耗和油箱。我没查过这台车的油箱容积，但我能告诉你的是，92汽油咱们就按照6.2块一升，那么你加满的话18块，而且是那种溢出来的满。当然，你每次去加油站，你都可以很豪横的说你要加满。我知道新能源车主会有里程焦虑啊，我没想到这车给我的焦虑，我都不知道要吃什么药。马桶空间也很小，全亏想都不要想。而且脚踏空间也很小，我骑跨骑骑的比较多，天热的时候我可以张开腿啊，散一散腿部中间的热量，然后激烈驾驶的时候也可以用腿夹紧油箱，然后呢可以保持专注力。但是这台祖宗不行，腿张开吧，风只吹你的膝盖，你夹紧吧也不是不能夹，你得这样夹。你刚开始夹，你会感觉这还不错，很舒服，很有安全感。但是吧，你夹了一会儿，你就感觉不对劲了，浑身发热，胸部也隐隐作痛了，感觉好像要开始发育了。另外，这台车没有编程，我去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当你在骑车，你突然想要打号，纸巾呢又放在座桶里，这个时候你媳妇儿偏偏又给你打电话，问你这个不着家的孤狼什么时候回家，你敢不接电话？你试试。这个时候你得先停车，然后忍受着括约肌给你施加压力的同时，还要用腿部发力来用大撑起摩托车。兄弟，这非常难受，知道吗？太难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槽点，咱们再说一下这台车会让你喜欢的地方。咱们是穷人家的孩子啊，吃饭先吃青菜再吃肉。这台车的肉来自于它出色的驾驶感。欧系踏板车大多数都有一个很大的轮毂尺寸，来应对石材基面的路况。这台车也一样，过个小坑小沟渠，轻轻松松。你骑上这台车压弯摆动的时候，就像一条小船，循迹性也很好，指哪打哪，给你带来很好的信心和安全感。不像某法系踏板车，总是在你压弯的时候给你反方向的较劲。但这台车就不一样，这台车的提速感超级强，只要你舍得开油门，特别是跑山的时候，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大开油门，非常的爽。
好了，到大城市了，不得不说再见了。小台风，感谢你陪伴了我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